喂，青木君。什么？你马上到舞厅门口。好的，我马上出来。青木君。燕君。青木君。啊，你怎么有空到这里来？啊，燕君，我找到了一柄陶川古刀，非常珍贵。你是大行家，能不能随我同去鉴定一下？现在吗？是的。去哪里？就在附近。好吧，请。青木君，我们这是要去什么地方？对不起，燕君，我们要去76号。76号。古刀在那里。没有古刀，是我骗你的。燕君，为了大日本帝国的利益，你必须再一次面对考察。什么意思？你马上就会知道了。燕君，对不起，我是被逼无奈的，请你原谅。啊，燕先生，青木长官，青木长官，燕先生，二位可真是不辞辛苦。为了早日消灭猎鹰暗杀队，再辛苦也是值得的。燕先生，请吧。好，我系下鞋子。走吧。怎么，怕我跑啊？说笑了，燕先生，请吧。请。是。阁下。哎呀，燕君，久违了。这是阁下。今天特意请你到76号特工总部，是来看一出好戏的。哦，不知道是什么好戏。你马上就会知道了。我非常期待。都到齐了吗？那就开始吧。
诸位，这位就是亲眼看到歹徒的清雅咖啡馆的老板严运瑶小姐。严小姐，你仔细看一看，这里面有没有你认识的人？怎么样，严小姐？看清楚了吗？这里面有你认识的人吗？好，非常好。只要你说出来，马上就放你走。这位老先生和女士，我也见过。还有就是你了。除此之外，再没见过其他人。给我看清楚了！不说实话，我枪毙了你！我说的就是实话。这几位先生中，除了你们几个，我都没有见过。再问一遍，这里有没有抢劫黄金的歹徒？不说实话，我一枪打死你！没有。走。做错了事，要付出代价。
在办公室中，那个高个子男人就是抢劫黄金的歹徒，对不对？我不认识他。也就是说，你已经没有用了。枪毙他！喂，燕军，我是青木弘一。哦，是青木君。燕军，今天晚上6点，我安排好在大世界吃饭，请你务必上光，我要当面向你道歉。青木君，你不要往心里去，今天的事情也不能怪你，你不需要道歉。今天晚上我安排了事情，就不去了。燕军，如果你不来，就说明与我青木彻底决裂，今后我们就不再是朋友了。好吧，今晚6点，大世界见。哎呀，是张小姐先生，让你久等了，实在不好意思。是我来了唐突，请你原谅。张小姐太客气了。张小姐怎么想起到76号来了？真是太意外了。我办完事情从这里经过，想到你就在76号，就过来了。张小姐是专门来看我的？可以这样说吧。啊，张小姐还惦记着我，非常感谢。感谢什么？我们是朋友嘛。是，我们是朋友。早就听说76号非常神秘，你能不能带我参观一下呀？别人不可以，但是张小姐例外。谢谢。张小姐，请随我来吧。请。张小姐，请吧。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76号总部的执行大队。这里是1大队和2大队，上面的是3大队。执行大队是做什么的？执行大队都是实务特务，主要是负责对目标进行监视和跟踪。不止监视跟踪吧，还有绑架、暗杀。是的。请吧。这里是机要室、分析室，还有联络室，他们主要是负责收集各种资料。这里呢，主要是以外面的线人和特务人员进行联络。通讯室的主要任务是与外界联络，是这里的通讯枢纽。里面有大型电台、各种信号接收器、收发报机和电话转接台，可以随时查找非法电台，监听目标的电话。真是太可怕了！想一想，自己打电话时，远处有个人拿着话筒在偷听，实在是令人不寒而栗啊！只要不做犯法的事情，就不需要害怕。那倒是。哎，施先生，听说你们抓到了抢劫黄金的嫌疑犯？是的。能不能让我见识见识？这个没关系的，不方便就算了。方便，很方便。张小姐，请随我来。
科长。张小姐，请吧。这里阴森森的，让人透不过气来。啊，这样的地方不是张小姐这样高贵的女性应该来的。不过见识见识也挺好的，以前都只是听说，这次真是开了眼界。小姐，怎么？张小姐认识他？不，我怎么会认识她呢？我只是很奇怪，这么年轻的女孩子，她怎么会从全副武装的海军陆战队手中抢走黄金呢？她并不是真正的劫匪，我们怀疑这个女人与劫匪相识。哦，我说呢。这样吧，张小姐，去我的办公室坐一坐吧，你看好吗？好的。请吧。看起来我是求对人了。算你命好，今天我去了76号，是带我楼上楼下的参观了一遍。严小姐的确关押在那里。这个市平时阴阳怪气的，对你可好得很。什么意思？实事求是，如果换了我去，他只会把我抓起来，而不会巴巴地带我到处参观。严小姐关在2层审讯室的小号里。那，这是我绘制的76号特工总部的图纸，对你也许有用。谢谢。特使阁下，准备好了吗？是的。我们进去吧。好，请吧。站起来！特使阁下要见你。我现在这个样子，比死也就是多了一口气，因此对生死早就无所谓了。如果你们愿意好好问话，我会回答你们；否则，我不会再说一句。要枪毙，现在就请吧。
进来。严小姐，来，请坐下吧。来，喝点茶。严小姐，华月琴是你什么人？华月琴？是的。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那么，你的母亲叫什么名字？严玉霞。你的父亲呢？父亲在我出生后不久便去世了，是母亲把我带大的。母亲从来没有对我说起过父亲的事情。那你也没有问过吗？我问过很多次，但母亲总是吞吞吐吐，似乎不太愿意说起。你的老家是在哪里？就是上海。没有别的地方？你和母亲没有在苏皖交界的农村里住过一段吗？我只到过南京，其他的地方从来没有去过。严小姐，请你闭上眼睛。闭眼睛？是的，缓缓地闭上眼睛，神经放松。放松，再放松。你想象一下，自己置身于广阔的大自然当中，周围是青山绿水，不远处有一座小镇子，镇子前种着一棵大榕树，镇子里面有青石板的街道和2层吊酒楼。青龙集，那里就是青龙集。好好的想一想。严小姐，想起来了吗？高大的房子，山上有杨梅树和茶园。对，很对。山上有大房子、杨梅树和茶园，那就是青龙集。还想到了什么？你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了熊熊燃烧的烈火。不知为什么，我从小就会做这样的噩梦，梦到山村大火，还有死人。我曾经问过母亲，为什么
总是做同样的噩梦。你的母亲是怎么回答的？她说，噩梦都是一样的。你母亲在骗你，那是你的潜意识，清醒的时候是不会出现的。让我来告诉你，你为什么会梦到了山村大火和死人，因为青龙脊在20多年前遭到了猛烈的攻击，镇上的人死伤殆尽，整个镇子被大火化为了灰烬。青龙脊，青龙脊是什么地方？青龙脊位于苏皖交界的龙虎山中，景色非常美丽。可它与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会出现在我的梦中？因为那是你出生的地方。我出生的地方？是的。你怎么知道？因为我能够抓住别人的梦。刚刚你在梦境里还看到了什么？别的就没有了。关于你的父亲，你真的一点印象没有？没有。自从我记事起，就从没有过父亲的印象。我曾经问过，母亲却绝口不提。你家里还有什么亲戚吗？没有了，只有我和母亲相依为命。平常你和你母亲接触的都有些什么人？接触最多的，可能就是我的老板，开纳路图书馆馆长穆先生。其他的都是些普通朋友。穆先生？是的。严小姐工作在图书馆。你们的图书馆都提供一些什么类型的书籍？开纳路图书馆与其他的大图书馆不太一样，针对性很强，是专门提供太平天国资料史籍的专业图书馆。专门提供太平天国的资料。正是。世君，请严小姐回去，要好好的对待。是。进来。特使阁下，您为什么对严运瑶这么感兴趣？这个女孩子与天国宝藏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哦。特使阁下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如此肯定呢？首先，她和永王妃长得一模一样。我虽然不知道永王妃的名字，却曾经见过她的长相。第二，我刚刚使用了催眠术，果然在严运瑶的潜意识中有青龙脊的印象。第三就是他谈到了自己工作的开纳路图书馆，这座图书馆专门为读者提供太平天国的资料，而天国宝藏又恰恰是太平天国留下的。所有一切都能够说明严运瑶与天国宝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奇怪的是，他却什么都不知道。
他的话中不难听出来，他的母亲对他刻意隐瞒了一些事情。我让李志群派人将他的母亲绑到这里来。看来我们只有放长线才能够钓大鱼。您的意思是？将军，燕先生来了，请。青木君，燕军，对不起。好了，青木君，你我之间不需要这样，事情已经过去了啊。燕军，请坐。我受了陆军那些蠢货的愚弄，竟然怀疑燕军，实在是非常惭愧。是和李志群到舞厅找我，我就已经有了预感。好了，青木君，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上午那个遍体鳞伤的女人是谁啊？燕军可能已经听说了，从江海关运到正金银行上海分行的1吨黄金被劫。是的，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事发以后，他们抓了一名女嫌疑犯，关在了76号审讯，就是我们上午看到的那个女人。女嫌疑犯？这么大的事情，怎么可能是女人做的？这个女人是劫案发生地点清雅咖啡馆的老板，目前尚无法确定她究竟是不是与劫案有关。只是是和李志群在勘察现场时，在咖啡馆的桌子上发现了2只咖啡杯，由此断定这2只杯子，一个是女老板的，另一个是劫车歹徒的。而且当时现场有人亲眼看到袭击装甲车的歹徒是从咖啡馆里跑出来的，因此是和李志群怀疑这个女人与劫车的歹徒相识，或者是歹徒的同伙。于是李志群将这个女人从租界绑到76号。是这样。可如果她是歹徒的同伙，事发之后为什么不逃走，还要待在家里等着76号来绑架？哼，这不是很不合理吗？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只是陆军情报部那些蠢货一定要死揪着一个女人不放。以是和李志群为首的陆军特务总是将查案的矛头指向我们，这不仅仅是对你我2人的陷害，其真正的目的其实他们是针对海军。今天我回到大本营，特使阁下打来电话向我道歉，希望我不要将事情捅到军部。那你是怎么回答的？金井武夫是我的老师，你说我还能怎么办？只有一再迁就。这么说吧，青木君，如果你参加了明天在76号召开的会议，便能够知道是和李志群等人下一步的行动步骤，便于自己提前做出判断，避免类似今天这样的误会发生。可是，如果你不参加，当然就无法得知这些。也许明天
相同的误会再次出现，如此周而复始，永无止境，这就是我所说的自然的惩罚。你说的固然很有道理，但是我青木堂堂海军将领，难道要向士和李志群这些小人低头，听从陆军情报处的摆布吗？我并不是要你听别人的摆布，其实你只要顺其自然，参加会议就好。对于你来说，这不过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这样做既能够及时了解情况，预先做出判断，又能够掌握先机，令自己不至于陷入被动，岂不是两全其美吗？燕军的意思是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一语中的，这就是自然之法。回去后我给特使阁下打电话，明天准时参加会议。明智之举。燕军，你不仅是我的良师益友，还是我的智囊啊！青木君，我们已经有很长时间没在一起练习了。明天早晨你去开会之前，我们在剑道馆练习1个小时，怎么样？求之不得。干！干！青木君，我不得不说，现在我必须竭尽全力，才能勉强战胜你。你的进步真是可喜可贺啊！这都是燕军教授有方，谢谢了。你太客气了。昨晚我回来以后，我给特使阁下打了电话，告诉他我要参加今早在76号举行的会议，他非常高兴。青木君能够察纳雅言，从善如流，实在是令人钦佩。哎，别人的话不听，对于你燕军是例外的。那我就受宠若惊了。好了，青木君，你赶紧准备一下去开会吧，我告辞了。不好意思。行。经过几天的审讯，在清雅咖啡馆老板严运尧的身上没有找到突破口。今天请大家到这儿来，就是要会商下面的行动步骤。就现场勘查的结果来判断，严运尧一定知道歹徒的下落，只是不肯说实话。如果他仍然如此倔强，就枪毙他。我说两句。阁下请。我认为杀了严运尧没有任何意义，还不如将他放回家去，派人昼夜监视他的家及清雅咖啡厅。如果他真的与那个歹徒相识，我们正好可以顺藤摸瓜，将猎鹰暗杀队一网打尽。市长阁下说的很有道理。几天审讯下来，我们是用尽了各种办法。众所周知，76号刑讯室以严酷闻名，就是铁人也会开口说话。如果这个女人真的与抢劫黄金的歹徒是同伙，恐怕
早已招认了。目前下这个结论还为时过早。严云瑶是个倔强的女人，也许我们应该换一种方法才能够奏效。如果严云瑶真的是猎鹰暗杀队成员，事发后还会待在家里被抓，她为什么不与歹徒一起逃走呢？也许她认为自己待在租界里很安全，也许她以为没有人看见她与歹徒在一起，也没有人看见歹徒从她的咖啡馆里冲出来。如果她的想法与你一样，那就更说明她不是猎鹰暗杀队的成员。哦，我倒想听听长官的高见。你不觉得自己的想法很愚蠢吗？就是普通人遇到这种事情，也会毫不犹豫选择远走高飞，怎么可能认为自己很安全？如果猎鹰暗杀队的成员都是这样愚蠢的人，又怎么可能设下如此精巧的计策？更无法劫走由海军陆战队和76号重装押运的铁甲车。那个愚蠢的计划根本谈不上什么精巧，只是海军陆战队太无能，我们才中了他们的诡计。只有成功者才有权利嘲笑失败者无能。如果你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就请现在将凶手找出来，否则的话，只能证明自己比失败者更无能。哼！好了，我们不谈这些，还是说说下面该怎么办。我认为还是放长线钓大鱼最符合目前的情况。我同意市长阁下的看法。我同意世军的意见，变换审讯方式，一定能够在严运瑶的身上取得突破。在日控区抢劫我们的黄金，情节严重，影响恶劣，怎么能随随便便的将重要嫌疑人放走呢？将他留在这里又能怎么样呢？你们不还是一筹莫展吗？特使阁下，大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看此事还是由您来做决定吧。你找谁？啊！
怎么了？那个姓严的小妞怎么样？李主任让我过来看看。好的。没事就好，我走了。啊。你要做什么？是你？是我。你来做什么？我是来救你的。别哭，听我说，你不能跟我走。为什么？如果你现在跟我走，你会一辈子不得安生的。这是什么意思？现在没时间解释了，记住，按我说的做。大家不要乱，不要乱！哪儿发生爆炸？不知道啊！废物，一群废物！跟我来！
怎么，要走吗？很少有人让我感到吃惊，你是第一个。对于一个高手来说，这是最好的退路。我假定你是高手，所以在这里等你。你果然来了。如果我不是高手呢？那就更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有道理。你是不是猎鹰暗杀队的领袖？谈不上领袖，说杀手更确切些。你的声音很耳熟啊。是吗？很多人都这么说。那看起来，我马上就能够印证自己的判断了。转过身来。你是不是以为出现在我的背后，就可以制住我？如果你认为不是，可以试一试。我这人有个习惯，总会在自己的退路上埋伏一个枪手。他现在正看着你。我劝你还是省省力气吧，这种幼稚的把戏只能骗骗小孩子。转过身来，让我看清你的脸。我相信这张脸我一定非常熟悉。为什么让一个人明白点道理这么难呢？啊！去接应伯爵。开动！爆炸是从机要室和厕所开始的，强力炸弹摧毁了墙壁，波及到全楼，
这是有预谋的袭击。敌人是怎么进来的？怪就怪在这里。76号的守卫极其森严，不要说杀手，就是政府要员和友邦人士，未经许可也是不可能进得来的。突袭的敌人有多少？只有1个人。什么？只有1个人？是。旁边的资料室也遭到了袭击，歹徒拿走了一些机密档案，还有什么？通讯室也遭到了袭击，所有设备全部毁坏。走走。浩劫，这简直是一场浩劫呀！特使阁下，袭击者会不会是来救那个咖啡馆老板严运尧的？既然是来救严运尧的，为什么要袭击机要室、通信室和资料室？这岂不是多此一举吗？从被破坏的情形看来，袭击者并没有明确的目的，只求公开血腥，破坏的面积、造成的危害越大越好。这是美国人制造的军用 TNT 炸药，威力极其强大。奇怪，这些歹徒是从哪里搞来的美国炸药？特使阁下，特使阁下，李主任，楼上的审讯室也遭到了歹徒袭击。啊？怎么样？被我言中了吧？走。奇怪，怎么会这样？这是怎么回事？你都看到了什么？他来了。谁？你们要找的人。袭击铁甲车、抢劫黄金的歹徒。他说他看到了抢劫黄金的歹徒。又是猎鹰暗杀队。你真的亲眼看见了抢劫黄金的歹徒了吗？是的，他就是袭击当天在我的咖啡馆中喝咖啡的那个男人。虽然他戴着面罩，但我仍能认出他来。他为什么没有带你走？我早就说过，不认识他，可你们不相信。你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再详细说一遍。先是外面发生了大爆炸，这里的玻璃和灯都震碎了。紧接着，爆炸声在门前响了起来。过了几秒钟，关押室的门打开了，那个男人站在门前，看了看我，便转身离开了。特使阁下，这里有张字条。立刻
赵立军，否则这就是你们的下场。赵立军是谁？哦，赵立军是军统上海区副区长，几天前被捕。看起来，猎鹰暗杀队认为他们的长官赵立军关押在这里，这才实施突击，却没有找到，这才恼羞成怒，大闹76号。从现场的情况看来，的确如此。否则，杀手为什么要炸毁机要室、袭击资料室和通讯室？又为什么攻入审讯室，却不救走严玉瑶，还明目张胆在走廊中与我所率的特务交火？特使阁下，看来我们冤枉了那个可怜的女人。她根本不是什么猎鹰暗杀队成员，也不认识那些人，否则的话，她现在也不会留在这里。看起来的确如此。是郡主啊！郡主出来了。是郡主，我去接郡主，你去报告吴队长。好。哎，小姐，你去哪儿啊？法斯宾路。好嘞，上车吧你。坐好了。跟上那辆黄包车。是。陆太太进不去了。笨蛋，绕到街那头等他们。好。这是什么地方？长河警大。不对，这不是去法斯宾路，立刻停车！听见没有？否则我要喊人了。你要做什么？先生也要我来接你。是他要你来接我。后面有人跟踪。他在哪儿？在等你，你马上就能见到他了。过了桥，你就能看到他了。
还好吗？你呢？还好吗？我很好。疼吗？为什么要保护我？你呢？为什么要救我？不想问点别的吗？我有一肚子问题，可见到你却问不出来。算了，不问了。我们原是青帮中社子弟，抗战爆发后加入国民政府军事调查统计局，也就是军统，隶属上海区，专门执行处决罪大恶极的落水汉奸以及日本要员，破坏日统区的社会秩序，摧毁日军军用设施。你们就是大名鼎鼎的猎鹰暗杀队，对吧？说了半天，还是你言简意赅。一点不错，我们就是猎鹰暗杀队，我是他们的首领，代号叫伯爵。刚刚拉你来的车夫也是暗杀队的核心人员，叫林小江，代号飞人。你把这些秘密都告诉我，不怕我出卖你？如果你会出卖我，我就不会把这些告诉你了。真不敢相信，噩梦醒来后会这样甜蜜。我不会是由一个梦境进入另一个梦境吧？要证明一下吗？到家了，我妈妈还不知道我已经出来了。这些日子，她一定急坏了。见到你，她一定很惊喜。对了，有件事一直没来得及告诉你。我在图书馆找到一本很珍贵的史料《忠王密奏》，里面记载了永王洪万里曾率卫士押运大批辎重，随李秀成的东征大军出发。好了，不说这些了，回去好好养伤，好好休息，我们的时间还多着呢。韵瑶，妈给你炖的银耳莲子汤，喝一点吧。韵瑶，刚才你在想什么？没什么。妈，穆馆长花了钱托人救我出来，是吗？为了救你出来，他花了很多钱。韵瑶，我正想问你这件事情。当时对方回话说，现在放人是不可能的，要我们耐心等待。可话刚说了不到1天，你就出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啊？也许是因为我没用了吧。妈妈，穆馆长为什么对我这么好？穆馆长为人很厚道的，
对你就像对自己的女儿一样。不，您和穆馆长非常熟悉，并不像您所说的那样，是因为我才认识的。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从我没有到开纳路图书馆上班，你们就相识了。这是谁告诉你的？并没有人告诉我什么，是我亲眼看到他深夜来到家里，与您在楼下密谈。他只是不放心你而已。妈，我不是小孩子了，这样的话骗不了我。看你这孩子，我骗你做什么？还有，我的亲生父亲究竟是谁？不知为什么，有2个人见到我时，表情就像是见到了鬼一样。哦，一个是上海市长张啸天，另一个是日本特使金井武夫。这2个人不约而同地谈到了一个话题，那就是我的父亲是谁，姓什么叫什么，而且不停地追问：妈妈，我的父亲究竟是谁？现在可以告诉我了。你的父亲名叫陈金福，是做丝绸生意的。你生下后不久，他到广东进货，不想赶上兵乱，就此杳无音信。有人说他死在了战乱之中，也有人说他是感染瘟疫而死的。陈金福，我的父亲叫陈金福。是的，事隔20多年，我很少去想，也不愿去想，当然也就没有对你提及。青龙集，您知道青龙集吗？你怎么会知道青龙集？妈妈，您知道青龙集是吗？不，我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这种地方？好了，运瑶，不要问东问西了，好好休息啊。喂，是我。哦，大姐，有事吗？什么？运瑶问起了青龙集？啊！还有，运瑶对自己的身份起了疑心。今天，她一再追问我自己的生身父亲是谁，还问我除了上海还在哪里居住过。那您是怎么回答的？我有些准备不足，所以说话前言不搭后语。运瑶一定是起了疑心。好了，大姐，我知道了。您不要想太多，也许他就是随口问一问。这件事情，我会和老吴好好商量一下。你好好照顾运瑶。好，再见。怎么回事？大姐说，今天晚上运瑶问起了青龙集的事情。哦，她怎么会知道青龙集？我也觉得奇怪呀。据大姐说，运瑶是突然问起，她没有丝毫准备，回答有些前言不搭后语。还有，运瑶已经开始怀疑她的身世，一再追问。我早就说过，这种事情是想瞒也瞒不住的，君主迟早会知道的，还不如早点告诉他，让他有个思想准备。青龙集被攻破后，我们立下誓言，为保护郡主的安全，隐瞒真相。已经10几年过去了，
一切都很安然。所以不到万不得已，还是不要打破它吧。但愿郡主所知不多，很快会忘记这些。爸爸，爸爸。进来。爸爸。哦，是月心呐，怎么今天回来的这么早啊？今天医院里没什么事，我就早点回来陪陪你。哦。爸爸，这几天一直没空问你，您和那个日本女人大岛英之的事情究竟怎么样了？进京五夫找我谈过了，一定要把这个讨厌的女人塞给我。他还威胁我说，如果我不同意与大岛英之结婚，我的下场会和北平的赵选平一样。赵选平是谁？平津自治会会长。他就因为得罪了大岛英之，被日本诸机关的特务下毒害死了。他们要对您下毒手？哎，这不过是威胁。我对他们还有用，他们目前还不至于动用极端手段。月心呐，你要做好心理准备，这个大岛英之很快就会住进咱们家了。爸爸，我早就说过，不要做日本人的官。现在怎么样？危险来了吧？大岛英之住进我们家，我也不会让他好过。他来的目的我们心里很清楚，只要让他一无所获，他就不会安心住在这里。爸爸，天国宝藏究竟是怎么回事？上次在医院，您答应要跟我说的。是的，不过今天不行，我马上要出去，改天啊。那好吧，您可要说话算话呀。好闺女。好了，那我先走了。嗯。